号，在嘉义鹿草高铁下这一条路，你来看，满满的都是戏棚，将近1000棚的歌仔戏、布袋戏同场竞演的大场面。原来这都是信徒要来答谢神明神恩的酬神戏，庆祝的是于慈爷的圣诞。而在这5坪左右的乡间小庙，怎么会吸引了这么多来自各地的信徒特别来参拜还愿呢？信徒们大家口中的于慈爷，据说很灵验。来参拜的信众有许多都是大老板，像是有一位台商，他就说他可以成功的创业，当中就有于慈爷的帮忙。不过同时也透露了，跟于慈爷许愿呢，有一个一定要遵守的禁忌，那会是什么呢？救到1800万人，救足多人呀！无啥要做嘅，迄一平2万5嘛咧做。有求必应之后就，但是这个于慈也很爱看戏，他也不要捐太多钱，慢慢整个那个高铁底下那条路，通通变成戏棚，甚至达到上千顶的戏棚。这一天，嘉义鹿草周边马路上，眼见所及，满满都是戏棚，绵延1公里的超级大场面，超过800棚的戏台同时拼场，只为庆贺他的诞辰。信众诚心膜拜的于慈爷，就供奉在这5坪左右的空间，看似是乡间的小庙，怎么会涌入这么多来自各地的信众前来还愿？据说当中还不乏许多大老板。每当伊家公的生日，我一定回来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当老板了，我一定会把工作放着，我就回来。他说他的人生际遇因为于慈爷变得不同。当时呢，我要到一个台湾的最大的一个企业，我要去参加考试。那个企业呢，真的是，只要你能够考进去呢，你还只是倒追你的啦。那个企业，我不愿意。那个录取率呢，那是真的是比考大学还难。100个去呢，差不多10几个录取10几个而已。人人挤破窄门都想要进去的大公司，需要实力，多少也需要一些运气。信众严先生向于慈爷祈求，跟他许一个小小的一个愿望，就是说，我如果考进去了，我每一次回到故乡，我一定要来义家公的庙，给你烧香。顺利入职公司后，一路从小职员晋升主管。他和于慈爷公的约定，那一次却失约了。我们人呢要讲诚信。有一次呢，我回来，把这一次，因为我回来的时候呢，刚好我没有开车回来，我就没有来。据说和于慈爷许愿，就必得信守承诺，不然呢？我到嘉义的时候呢，我开始头痛。我说奇怪，我好好的怎么会头痛？忽然我想到，可能我因为我跟义家公有许过愿，我就默默的求义家公原谅，真的马上就好了。下一次我就从来我就不敢这样。后来严先生公司退休后到大陆创业，成了台商，他也不敢怠慢，再忙都会回来帮忙。只因神明倾听心愿，据说屡屡帮助，美梦成真。较早还未起庙的时阵，咧经常就足济啊啦。有个人拿迄个目睭看有诶，吵到东西向遐。说来实在很悬，当初于慈爷要盖庙祭祀，竟是找上当地一户养鸭人家。大生拢无啥，这个拢缺啊。阮饲鸭一只，我今仔阮迄个小麦，第4个小麦，险鸭手叫脱开，我着甲敲嘛敲袂好。我尾也问神，讲伊只稳顿真久啊，防止要救世，甲起经细经啊。当
当初助于慈爷盖庙发威的，就是施榕树的父亲施其成。最开始连个金身都没有，一张红纸写着于慈爷就开始拜，没想到信众居然从各地纷至沓来。来哦，大家互伊主要讲请迄食鸭肉煎，系啊，来，啊，这几年阮是连续吼，拢用烘大猪来甲大家结缘吼。差不多15年前，房顶当中望到伊主爷来找我，啊，伊甲我讲少年的23来互我请，来我遐看戏，啊，我就甲讲好，啊，结果请起来煞袂记。过当年的4月初，伊主爷讲过来找我，哦，伊在厝咧梦境当中甲我讲，少年的23来我遐看戏，来我请，啊，我就甲讲好，伊讲啊，你去年嘛甲我讲好，结果你也无来啊。连续2年的梦境是巧合，还是神明真的找上他？醒起来了，我就开始Google搜寻，哎呀，鹿草鱼师爷到底伫倒位？哎呀，啊，我再尾啊再来遮吼，定来拜拜，啊，甲庙的来结缘。人生当中吼的抉择点，拢是伊主要讲来甲指点明路。李明伦原本是苗栗后龙的明代，卸任后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么。那段人生最迷茫的时期，他都会来到于慈爷这。啊，伊主爷真帮忙我吼，啊，事的签诗嘛真准。我家己来抽签吼，跋杯跋3点钟才抽到一支签14号签。这个伊主爷讲降价，手机啊饲咧桌顶。哎呀，嘛是出到这14号签，真正是无人知影啊，会有这种巧合。神明未卜先知，实在神奇。但于慈爷究竟是何方神圣，怎能如此大显神威？郑成功登台是不是有18位将军？18位将军里面，其中1位的将军的先遣部队，他们有3兄弟3兄弟啊，带着先锋部队来这边开垦，来到这边刚好遇到瘟疫，所以在这边就失落了，所以他来这边没有开垦到。关于于慈爷的来历，最广为人知的说法就是他是郑成功的部将，但就有文史学者有另外的见解。他在我们一般的传闻上，他是想说是明正部将，实际上他其实是代曹村的部将。他其实也不姓于，他也不叫于此，他叫吕子。吕子怎么会变成于此？莫非是两者台语发音相同，才会被连结在一起？那既然这样，这吕子又是谁？吕子是当地的一个，算是在地的一个士绅。他当时就是那个响应代曹村事件，所以他变成说他有参与2次围城，后来演变到代曹村事件代曹村被灭了之后，然后当地的另外一个首领严办被灭了之后，他的部将就逃去投靠那个吕子，变成说后来官兵就派人去剿灭他，才因此发生这些事情。他4月12号。被逮捕，然后就是经过审讯之后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大概过了10天，在4月23号，被凌迟处死。这个在史料上都是有记载。那于慈爷生日是4月23号，然后变成说两者合在一起，其实是有蛛丝马迹可循。不管于慈爷的真实身份究竟为何，在信众心里，他就是有求必应的神明。很多人的印象当中会认为于慈爷宫庙是阴庙，但在信众眼里，于慈爷守护地方也领有谕令，是正神将军庙。每次于慈爷的问世日，信众前来诚心请教疑难杂症，还帮助当地一位农民气凶。因为去年哈密瓜苗都被人家偷放草药，苗会死掉，那个我们损失好多了。所以他那次害你损失多少？ 10几万，同黑那个在嫉妒啊，没有办法啊，
没有证据啊，只好求神明跟他说那个看哪一个害的哦，要报应他了。吴先生心知肚明是谁刻意陷害，可是苦无证据，只能请于慈爷替他做主。那个有求那个神明跟他说哦，那个害我的人让他种什么都种不起来，结果第3次的都种不起来。不止替他出了气，也保佑今年哈密瓜有好收成。开心的吴先生带着好几箱的哈密瓜特地来答谢。信众都说于慈爷宫灵验事迹不断，就像这连绵不绝的戏台一样，背后都有一段故事，是信徒对神明说都说不完的感谢。